今天，如果美国搞垮俄罗斯的头毛得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剿，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到那个时候，中国就非常危险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颠覆俄罗斯的老一套又来了。4月7号，2名美国退役军人在防卫1号网站上发表了文章，题目叫做为了持久和平，欧洲必须拥抱俄罗斯。听起来像是为了呼吁和平，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这是一篇非常恶毒的煽动暴乱或颠覆的文章。文中首先把俄罗斯称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紧接着就指责普京下令进攻乌克兰是危害和平，是犯罪，还没有任何依据的污蔑普京。这篇文章煽动说，虽然今天的普京拥有 83% 的支持力，但是必须把俄罗斯人民和普京政府分开，呼吁俄罗斯人行动起来推翻普京，并且按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方案，早日让俄罗斯融入欧洲。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国家的未来发展着想，但它的实质是要煽动俄罗斯的分裂和动荡，最终目标是整垮俄罗斯。美国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通常用2种手法。第一种是直接的动用武力把这个国家打垮打败，然后强行改组他的政府，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上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采用欺骗或颠覆的办法。当某个国家遭遇经济上的严重的困难，这个时候他就制造谣言，蛊惑民众，让老百姓上街，让社会陷入混乱，然后美国趁虚而入，改走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建立亲美政权。这种方式西方国家美其名曰颜色革命。这2种方式，美国多次在不同的国家身上是屡试不爽。在伊拉克尝试的就是第一种方式。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彻底的击溃了已经非常虚弱的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逃亡了一段时间以后最终落入美军手中，经过一个走形式的审判之后，被判处绞刑。第二种模式，美国采用的更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突尼斯和利比亚是典型的受害者。阿拉伯之春相当成功，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清了现实，提高了警惕。那在白俄罗斯在叙利亚和在缅甸美国就没有能够成功。但是总的来说，欺骗或颠覆的成本比较低，即使失败了对美国也不会造成什么重大的伤害，无非是投入的经费打水漂了而已吧。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改走一个国家的政府，那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模式。二战当中盟国通过战争击败了德国和日本，对2国的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然后重新建立起了和平的政权和领导机制。但是采用这种机制有2个基本条件。首先，发起战争的国家，他们的统治集团真的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第二，能够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正义联盟来击败这个反人类的政权。那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政府犯下了任何形式的反人类罪，倒是美国和阿库斯集团的反人类罪行有不少的证据。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在全世界走出这么一个统一战线，从军事上打败俄罗斯，进而审判他的国家元首。因此美国要想推翻俄罗斯政权，首选方式还是煽动颠覆。而且俄罗斯真的差一点就中招了。在上世纪的1991年，苏联就成了美国颠覆行动的最大受害者。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民不但没有迎来幸福的生活，反而是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不但如此从俄罗斯流出来的大量的军火、雇佣兵、黑社会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治安，甚至是一些小国的社会稳定。今天如果美国搞垮俄罗斯的头毛得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剿，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